这是华语动作电影史上最华丽、最残酷的一曲死亡华尔兹。吴京的狠，托尼贾的猛，两人的双强联手，却被张晋的绝对优雅所制败。这是一场由暴力谱写、用筋骨演奏的视觉交响。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回顾筋骨，拆解这场西装暴徒的封神之战。形意拳老袁登之，从冷锋表情来看，足以说明典狱长这一招隔山打牛爆发力的强悍所在。高鞭腿斩解，这一脚也是踢出了冷锋的表情包。偏头闪躲避朝天蹬，360度凌空侧踢。冷锋虽有所反应，立马取臂护头，但还是被强大的冲击力踢飞。冷锋勉强稳住身形之后，典狱长随即一击撩踢踢中胸脯，自己潇洒立于水池边缘之上。和冷锋一同而来的还有托尼贾，他的动作核心是泰拳，以凶猛的膝撞、肘击、扫腿著称，极具破坏力和观赏性。此时他正在努力刷小兵掌手感。冷锋此时将水浸泡过的上衣当作武器，这样可以增加衣物的重量和表面凝聚力。虽然有了武器的加持，但在典狱长面前，冷锋依旧占不到丝毫的优势。交叉手截击顶膝，随即再次擒腕环绕臂破掉冷锋施衣所紧。前撩踢顺势跪步下压，这招跪膝限制冷锋双臂之后，随即一招左横肘击灭。不过好在冷锋后仰惊险躲避，俯身躲避后摆腿，于越再次躲避中位扫踢。起身后的冷锋随即甩出上衣扫踢典狱长面门，鹞子翻身。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，此刻的托尼贾面对越来越多的小兵，也渐渐落入下风，恍神之际被对方一脚踹向太阳穴部。而冷锋在与典狱长单打独斗中丝毫占不到优势，只能利用环境边打边退。高鞭腿抱头，侧撑腿击腹，腾空下踩脚截击，顺势左正蹬击腹，侧身闪顺势右侧蹬击甲。这一击直接将冷锋踹至楼梯之下。撑臂低扫腿抱头，起身前撩踢，橛子腿下劈，转身右正蹬击腹。这一脚又是将冷锋整个人踹飞出去。可以看到，此刻托尼贾凌空飞膝已经袭来，就在膝间抵达典狱长面门刹那间，典狱长祭出少林铁板桥功化解危机。少林铁板桥在传统武术，尤其内家拳如形意拳中非常著名的功法，这是让身体像一座坚固的桥梁。它主要锻炼的是人体后侧的肾经和整个脊柱，尤其是腰背部的核心肌群。连续转马躲避撑臂下劈腿，蹬墙借力凌空扫踢击灭。典狱长见被托尼贾后仰躲避之后，随即腾空之时祭出第二腿，打了对方一个出其不意。起身后的托尼贾以转身蓄力再度攻向典狱长。再看典狱长表情，冷静之中还夹杂着一丝丝的蔑视，这似乎在告诉对方我早看穿了你的招式。果然，一击倒挂金钩躲避扫踢之后，再次后摆腿击中托尼贾脊椎处。这里托尼贾看穿典狱长出腿瞬间，左臂擒腿之时，右臂也高高举起，欲想以下砸肘重击典狱长膝盖处。可不想典狱长此时屈膝成三角形态，利用三角稳定性抵御这一击。托尼贾此时满脸震惊，他所练习的泰拳讲究一击必杀或以最少的攻击结束战斗，他的所有技术都围绕着如何在实战中最高效的摧毁对手的战斗力，并且其势大力沉的低扫踢、摧枯拉朽的肘击和膝撞而闻名。其发力讲究拧腰转化，将全身的重量和旋转的动量凝聚于一体，破坏力极强。即使对手凭借顶尖的反应力看穿自己招式，也不敢应激。可眼前这个酷似张天志的男人实力为何会这么强？其招式拥有雄狮的力量，反应力堪比蓄势待发的蝰蛇，抗击打能力更是和被称为重甲坦克的犀牛相提并论。可托尼贾不知道的是，典狱长更为恐怖的实力还未展现出来。收复交叉手截击膝顶，这里托尼贾下砸肘还未成型，典狱长便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其后手处，这足以说明典狱长对泰拳的了解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偏头闪避顺势单臂白猿线骨击打下，蹬腿借力膝顶，后仰躲避再次单按掌截击，俯身扫堂腿顺势单撑掌击甲，仅仅这一单臂的力度就将几百斤的托尼贾击飞出去。咏春绑手外格，摊手内格，转身后顶肘，冲颈锤，咏春蹬手下压，转身虎尾腿击腹。冷锋此时抓住典狱长出腿漏洞，
倒地瞬间，双臂擒腿破掉对方重心，随即擒腿抛摔，将典狱长摔向墙壁之上。可不想典狱长双臂护头，将自己从死神边缘拉回。乌龙脚柱起身，转身后踹，360度蓄力侧踢，连续架臂截击。典狱长这一后空翻不仅躲避了冷风的低扫腿，还间接化解了托尼贾的高边腿爆头。鲤鱼打挺起身，看手外格冷风高边腿，提膝砍位中位反踢，这便是咏春上3路手脑，下3路脚削的格斗理论。越步侧踢，顺势转身劈挂腿击头，俯身躲避，再次交叉手截击膝底，侧身闪躲避下劈腿，绑手外格下砸肘，摊手内格右高边，撑臂护头，提膝截击顶膝击腹，力臂横削下劈肘，再次白猿线骨击打下颌。典狱长欲想以蓄力直拳击面，却不想被冷风半路截胡，擒腿转身顶肘击咽喉，突进顶膝爆头，被拳反抽面门。少林12路弹腿第5路狮子双细水。起身后的两人满眼震惊，眼前的典狱长居然精通形意拳、少林腿法、咏春拳连削带打的理念，就连泰拳的一招一式都烂熟于心，其实力当真，恐怖如斯。提膝躲避扫堂腿，双横臂格挡侧踹。此前两人的梦幻联合都没破了典狱长的防御，此时却能重创典狱长，这明显是要被剧情杀。下前躲避扫腿爆头，俯身后摆腿击货窝，凌空侧踢击甲，提膝截击顺势侧踹破重心。面对两人默契的配合，典狱长居然一时间乱方腿，右高边击打太阳穴，越步顶膝击腹，凌空双蹬腿。受这一击的典狱长此时直接被踢飞出去。右高边击打太阳穴，重摆拳反击，侧撑腿击咽喉，后摆拳击面，被拳反抽面门，越步正蹬击腹，猿猴攀枝顺势下砸肘击打天灵盖。此时典狱长已经深知不敌二人，随即从双袖之间抽出隐藏暗器，没防备的托尼甲瞬间被贯穿腹部。从这里来看，典狱长所持武器有点类似于三棱军刺，其表面的血槽清晰可见。双臂擒腕截击，随即典狱长再次发力，将暗器刺入托尼甲胸脯处，右正蹬踹腹，凌空前撩踢。连续受到重创的托尼甲此时已经掀不起大波澜，冷风独自一人能否力挫典狱长，奠定胜局。左高边，右拍手截击，力臂格挡，下暗臂再次截击，后仰躲避抹喉，天头闪躲避双擒臂截击。冷风这里是想再次擒腕截击，但奈何典狱长出手极快，直接贯穿冷风手臂，上勾拳击打下颌，横扫抹喉，俯身下扎刺，交叉手叠肘卸刃，侧空翻破擒拿，越步高边腿击甲。头部受这一击的冷风此刻也没了任何抵抗之力，随着典狱长一次次的踹击，冷风破窗而出，眼看就要坠落万丈高楼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托尼甲化身救世主，一脚将典狱长踢下楼之时，随即甩出救命锁链。虽然被典狱长抢先一步，但自己脖梗处的领带却成为冷风的救命稻草。